分手后，金娟大小姐逼我领证。我和白宁冰从小一起长大，陪着她白手起家到身价过亿，两人爱了整整10年。我按照她的喜好定制了婚纱，拍下了钻戒，准备了浪漫的求婚仪式，但她却撇了撇嘴，语气很是轻蔑，早就没感觉了，还是小鲜肉有活力。伤心之下，我提了分手，她却以为我在耍小性子。白宁冰还跟闺蜜打赌，不出1个星期，她就会跪着收回这句话。但已经过了好几个月了，我还是没有低头。她慌了，终于放下面子跟我求和。你在哪？我要向你求婚。对面却不是我接的电话，是一个清冷御姐的声音。她在忙，别来打扰她。伴随着的还有2人欢愉的声音。白宁冰彻底慌了，你们在干嘛？对啊，我和白宁冰相爱10年，妻准备在纪念日当天向她求婚，忙活了整整1个月，就是为了给她一场终生难忘的求婚仪式。直升机盘旋在天空，洒下了玫瑰花瓣，周围的大屏幕上出现了我精心制作的 VCR， 讲述着我们的恋爱史。我缓步走了上来，单膝跪下，从衣兜里掏出了高价拍下的钻戒。宁冰，我爱你，嫁给我好吗？我还以为他会激动地扑进我的怀里，热情地送上香吻，没想到为他准备的终生难忘的求婚仪式，却变成了让我终生难忘的耻辱。他脸上都是不耐烦的神色，并没有我预想中的激动。她的那些闺蜜在一旁却都激动得不行。宁冰答应她，只是她转身就走，手里的电话还传出语音：宁冰姐，我想你了，你能来看我吗？我浑身冰冷。那边是个男人，听声音就不正经。之前就有好多人提醒过我，说是白宁冰和不少小鲜肉走得很近，让我注意一下。我也问过，但他根本不屑于回答。现在看来，他真的变心了。方圆，等下次的吧，有个重要的合同要谈，我去看看。我一把抓住他，眼神复杂的看着他。今天的求婚我是认真的，而且明冰这么多人都看着呢，就几分钟，你真的要走吗？我承认我爱他，爱到快要失去自我，却仍然甘之如饴。但今天他这么不给我面子，赤裸裸的打我的脸，让我该怎么做？方圆，别闹，公司的事情更重要，我们以后有的是机会。我固执的拦住他，想要得到一个答案，但他却没再说话。推开我就向着车走去，周围的朋友都闭上了嘴，眼睛里充满了同情。我就站在那里低着头，心脏隐隐作痛。他真的变心了，要抛弃这段感情了。但我们是青梅竹马，在一起也有10年了，我的心现在却被伤得千疮百孔。不知过了多久，现场只剩下我和一个不放心我的朋友。方哥，我听说白宁冰去了会所，要不你去看看，好好说说，也许是有误会。我进了会所，径直朝着包厢走去，门是虚掩着的，我没进去，因为里面的声音清晰可闻，哪里有什么合同要谈，全是她的闺蜜，还有一些男人，是谁我不清楚，不是我认识的人。透过门缝，白宁冰跟一个男人吻得难舍难分，她的一个闺蜜在一旁有点看不过去。宁冰，你这样不好吧？方圆跟你求婚呢，你既不答应又不拒绝，还和小鲜肉这么亲热，不怕他多想吗？白宁冰很是不屑，喝了口酒，声音慵懒地说道：求婚是他的事情，答不答应是我的自由。我们在一起10年了，现在是越来越烦他，有几个人跟着起哄。就是的，10年呢，宁冰陪了他10年，他早该知足了。油腻中年男怎么比得上小鲜肉啊？不过方圆很帅啊，人家好喜欢的宁冰，你就是选择太多了。但方圆真的很厉害，很能赚钱的。对啊，方圆其实真的不错，对你也是一心一意的。宁冰，你这么伤他，真的不觉得心痛吗？白宁冰只是随意一瞥，根本就不在意，都腻了还怎么心痛？你们要是喜欢随便追二手货，有什么好的？那些闺蜜接下来聊的话题少而不宜，但都是围绕我说的。听到包厢里的声音，我的心已经痛得无法呼吸。我想要冲进去找他问个清楚，但又想到了什么，最终还是离开了。等回到家，我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边收拾边哭，不知不觉地睡着了。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是被白宁冰进门的动作惊醒了。熟悉的香水里夹杂着男士香水的味道，可能是知道今天落了我的面子，他主动投怀送抱，却被我推开了。这个动作让他惊呆在了当场。10年了，我从没有拒绝过他的任何一个要求。他的脸上有着被拒绝后的愤怒，我没搭理，就那么深深地看着他，想要将他绝情的样子刻印在心里。我们分手吧，我嘶哑地说出了这句话，心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彻底的碎掉，或许是年少时的爱恋吧。原来我以为自己早已经放下了，但到了这个时候才知道，原来放下也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心痛，但我却告诉自己长痛不如短痛。白宁冰愣住了，他没想到我会闹脾气。你胡说什么？他笑了，是气笑的，或许还有解脱和嘲讽的笑吧。方圆，你想清楚了，我会当真的。你要是再说一遍分手以后就是求我都没用。我看着他的眼睛，无比认真的点点头，就像求婚时一样认真。我说我们分手吧，我很认真，以后也不会回来求你。他沉默了，眼睛中的神色很复杂。是因为订婚的事情吗？对，不够吗？方圆，别总是小孩子脾气，我还没准备好。我不再想听谎言，直接就打断了他的话。我已经决定了，没什么好解释的，我只是通知你，不是商量。他沉默了，反复打量着我，似乎对我很陌生，然后站起来给了我一巴掌。方圆，你把这句话给我收回去，不然我们就没有以后了。摸了下有些红肿的脸颊，这还是第一次，打在脸上的感觉比心里的疼痛轻多了，收不回去的。我们早就没了，以后没什么事的话，还请白总离开，剩下的事情我会让律师跟您谈的。他的脸色难看得很，恨恨地看着我。方圆，你行，我等你哭着求我的那一天。说完就重重地甩上了门。白宁冰的公司有我不少的股份，我虽然不在公司里，但也是功不可没的。但股权分割的事情也不是我们两个就能谈妥的，
还是交给专业人士吧。现在我准备出去散散心，这座城市已经没有多少值得我留恋的东西了。我给律师去了电话，全权委托他处理股权的事情。刚放下电话，她闺蜜就发来一段视频，是昨天晚上的主题，是庆祝分手。视频里面她的小鲜肉笑着问她：宁冰姐姐，你的那个废物男朋友能坚持几天啊？每次都那么没骨气的过来求你，我才要3天。这次方圆真的很生气，毕竟丢了那么大的脸。是啊，宁冰姐姐，当着那么多朋友的面，你这次够狠的。白宁冰一脸的不屑，最多1个星期，不然以后他就是求婚，我都不会答应的。她的那些闺蜜一阵哄笑，纷纷开香槟庆祝。宁冰姐姐肯定赢，方圆离不开你吗？终极舔狗说的就是他。我扯着嘴角笑，不照镜子都知道，笑得很难看。这段视频一定是白宁冰让人录的，就是告诉我赶紧低头。但一想到昨天他的话，我又怎么可能回头？又哪有路让我回头？我将那件准备好的婚纱取了出来，最后一次爱惜的抚摸着。这件婚纱是我亲手设计的，完美的满足了他的审美喜好，整整半年的时间才制作完成，现在已经用不到了，他永远都等不到穿它的人了。拿起剪刀，我将婚纱剪成了一块一块一块的碎片，再也拼合不起来，跟我们的感情一样。又摘下了手上的戒指，将这10年来他送我的礼物全都整理好了，这是我们的回忆，我将它们留下，不带走一丝一毫。然后坐下，拿起笔写了一封信，是给白宁冰的，也许他能看到的吧。1天之后，我已经飞到了京市，以前我就是在京市上的学，那里有好多的同学，是个散心的好地方。听说我回来了，那些同学都很高兴，非要搞个同学聚会。几年没见，大家的热情丝毫未减。正喝到热烈的时候，包厢门却被人推开，几个同学的眼睛都直了，哪来的大美女啊？我看着眼前的女人有点眼熟，但还是想不起来她是谁，自嘲的笑了笑。人家是谁？跟我有关系吗？也许就是单纯的走错包厢罢了。却没想到这女人径直朝我走了过来。方圆到了京城，怎么也不说一声，姐姐就这么让你讨厌了？看着那双明亮的眸子，与我记忆当中的一个人重合了。听到我叫出来人的名字，大家都惊呆了。江雪宁，怎么是你？这江雪宁是京市江家的大小姐，其实跟我们都是一个学校的，比我们高一届。她长相冷艳，家世又好，一进大学就是风云人物，身边的追求者众多，只是人家眼高于顶，谁都不会用正眼瞧。在我们大2那年，突然就出国了，从此没了消息，也就渐渐被人淡忘了。现在见到她，我还是有一丝错愕的。我和她还是在图书馆认识的，也算是个意外，但也仅仅是点头之交而已。为此，当时白宁冰还吃了好久的醋，我费了好大的功夫才哄好了。没想到这女人还记得我，就是不知道找上我是什么事。听我叫出来人的名字，大家这才反应过来，很热情的为江雪宁安排座位。她却摆摆手，直接坐到了我的身边。江学姐还真是稀客，之前多少男生想跟您吃饭，却连面都见不到。方圆还真是有面子。说着，那些同学都开起了玩笑，当然也不敢太过分惊世。江家可不是好惹的，他们中有好多人其实还是江家的职员，对这位大小姐自然是恭敬有加。大家客气了，我偶尔听说方圆在这里就过来看看，大家不要拘谨。这女人倒是很自然，那些同学都上赶着拍马屁，气氛很快就恢复了之前的热络，唯有我在那里坐立不安。这位大小姐的目的很明确，但我们真的不熟啊。方圆，怎么你不欢迎我？我赶忙摇头，怎么会呢？学姐能来，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就在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的时候，旁边的同学插了句嘴，学姐，您是不知道，方圆这小子离开了好久，这次是分手了，回来散心，今天的宴会就是庆祝他分手。听到我分手了，江雪宁眼眸中闪过了一丝光芒，很快就恢复正常。要不是我一直看着他，是怎么都不敢相信的。为了掩饰尴尬，我端起酒杯敬了他一杯。一旁的同学看到这种情况很隐蔽的，童，你和江大小姐是什么关系？我看她就是冲着你来的。我看着那个谈笑风生的女人，一时间呆住了。她穿着得体的女士小西服，丝袜包裹的美腿很诱人，只是眼神中却有一丝疲惫，我看得有些出神，好久才收回了视线，实在是有些不礼貌啊。能有什么关系？咱们就是穷小子一个，人家能看咱们2眼都算是赏赐，还敢妄想。那个同学却不相信，哥们绝对没看错，那眼神不对劲，我得问问。还没等我拉住他，这个贱人就已经喊出了口，江学姐，我们一会都还有事，但方圆喝醉了，能不能麻烦您派人送一下他？我恨不得掐死这个混蛋。江雪宁是什么人？京圈大小姐，高不可攀的存在。她想明天的新闻上出现，有人醉酒后失足跌入河里，淹死此事吗？我赶忙站了起来，我没事的，不用劳烦学姐。不过江雪宁却没容我拒绝，自然没问题。几年没见，我可是很想你呢。那似笑非笑的表情，让我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难道明天我真的要上新闻了吗？江雪宁说到做到，拉着我就要朝着餐厅外走去。我虽然喝了点酒，但距离喝醉还差了很远，连声拒绝，但他却不容置疑地将我推进了车里。你明天要是不想上新闻，就乖乖听话好吧？这算是威胁吗？但愿我想的上新闻和他说的不是一类新闻。一路上他都很开心，一直冲着我笑，看得我瑟瑟发抖。到了酒店门口，我道了谢，正准备离这个女人远远的，却忽然被他拉住了。刚一回头，气氛尴尬，两人离得实在是太近了，我只需要轻轻往前探一下，那诱人的红唇就能吻到。但我不敢。方圆，你就这么无情吗？怎么说咱们都好几年没见了，我还特地送你回来，就不邀请我上去坐坐吗？我听懂了那弦外之音，但没法拒绝。人家大小姐是商量的口气，但绝对不是在跟你商量好。刚一进电梯，江雪宁就抱住了我，霸道的吻了上来。我也是被酒精冲昏了头脑，
在感受到她红唇的柔软后，渐渐迷醉。她的身材很高挑，不是白宁冰那种娇小的身材，只比我低半个头而已。她真的很强势，双手抓住我的衬衫，送上了一个接一个的香吻，搂着她纤细的腰肢，我被她的霸道征服了。这难道是要攻守易位了吗？到了房间门口，她搂住了我的脖子，方圆抱我进去。此刻我就是有再多的冲动，也记起了她的身份。学姐，你放过我吧，我们不能这样。她抱住我的脑袋，扭向了一边，那里是摄像头，这可是你非礼我的证据，不答应你就死定了，欲哭无泪啊！但此时哪里容我多想，将人一把抱起，一进门我就将他扔到了床上。学姐，这可是你自己选的，现在后悔还来得及。江雪宁也不服软，翻身踏坐在我的身上，费了半天功夫却泄气了。你来吧，我不会，我也是被酒精冲昏了头脑，直接就扑了上去。他哭着喊着，却不让我离开，折腾了一整夜，直到天亮，两人才沉沉睡去。等我醒来，酒也醒了，看到身边依然沉睡的江雪宁，我吓得不知所措。她的脸上露出满足的微笑，雪白的床单上还有一处嫣红，我彻彻底底的懵了。想起了昨夜的情况，恨不得给自己几巴掌。这高冷小妞居然还是第一次，我已经做好了进局子的准备了。我到底在做什么？醒了，你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吗？江雪宁睁开眼睛，嗓子有些哑，都是昨夜哭的。我不敢直视她的眼睛，心虚啊，怎么睡了不想负责？我看着她似笑非笑的眸子都快哭了。学姐，你说吧，要怎么才能原谅我？她耸了耸肩，当着我的面换起了衣服。别想着当渣男，穿衣服咱们走。我一边穿衣服，一边小心翼翼地问道，咱们去哪儿？民政局要是不愿意，警察局也行。自己还真是混蛋，昨天喝什么酒啊？哭丧着一张脸，我满脸都是乞求的神色。学姐，我配不上你啊，放过我吧。她一脸的得意，用手指挑起我的下巴。方圆，家里逼婚，我也没办法。你现在跟我去民政局，要是同意呢？1年之后我们可以离婚，要是不同意，那我送你去警察局。你可要好好选，选了后者，那可就不是10年8年的事情。再说要我这么漂亮，有那么吓人吗？你昨晚的勇气呢？昨天你可不是这么说的啊。我听他这么一说，浑身打了个哆嗦，生怕自己又说了什么混账话。学姐，我昨晚说什么了？他看着我满脸都是调笑，说了不少。我记得你说要好好教训我，让我下不了床的，还说要呵护我一辈子。我看着他光洁白皙的皮肤，顿时心猿意马起来。那我还是选民政局吧。不过学姐，你为什么选我？他听到我服了软很高兴，却不回答我的问题，搂住我的脖子，温热的鼻息感受得一清二楚。我意识到他是在撩拨我，但我又怎么会怕？亲爱的学姐，那你别后悔。他一点都不服输，老公，我怕你会后悔啊。很快我就从民政局出来，看着手边的小红，本脑子还有点懵，居然稀里糊涂的结婚了，就这么陪着江雪宁过了10几天的时间。白宁冰的闺蜜苏梦给我发了信息，方圆，你什么时候回来？大家都想你了。想了想，估计又是想撮合我和白宁冰的吧，但还是回了一条，我还有事，暂时不回去了。沉寂了好一会儿，那边再次发来一条消息，马上就过年了，咱们每年都要聚会的，你忘了吗？想了想，我打下一横字不参加了，你们玩吧，礼物我会寄回去的。说完就不再理会。云城餐厅里，苏梦将手机递给了一脸期盼神色的白宁冰。宁冰姐，你给方圆哥道个歉吧，本来那件事你确实不对，太让他没面子了，只要你先服软，方圆哥一定会回来的。他那么爱白宁冰的脸都黑了，将手中的酒杯重重的砸在桌子上，以后不要管他，他算什么东西？我白宁冰又不缺男人。那些闺蜜纷纷开口劝白宁冰，她们都是知道情况的。宁冰姐，你别生气了，方圆哥就是赌气呢。说实话，你这次做的真的过了，就是他专门设计的求婚仪式，却被你一点面子都不留的毁了。你道个歉，然后补办一个求婚仪式，他一定回心转意的。这些话实在是太刺耳了，让白宁冰的情绪有些崩溃。我凭什么给他道歉？这么多年一直都是他给我道歉的，他就不能过来求我吗？大家面面相觑，谁都不敢再开口。白宁冰发完脾气，环视着自己的闺蜜，从现在开始，谁都不能联系她，不然别怪我翻脸无情。说完，她扶住桌子，猛地喷出一口血晕了过去。快打120啊！苏梦冲了过来，宁冰你太傻了，方圆在的时候你都没事的，为什么要折磨自己啊？等到醒来的时候，白宁冰看着医院洁白的墙壁，她心里面好恨，现在的她才想起来，以前害怕她身体不好，方圆总是嘘寒问暖，跑前跑后的为她忙活着，这种感觉什么时候不再有啊？大概是她说不想让她总烦着自己的时候吧。白宁冰的眼睛中都是泪花，她好想现在方圆能回来为她抱上一碗热汤。等到拿起手机，这才想起自己在赌气的时候已经将方圆的电话和所有联系方式都删除了。她无声的哭了，身边没有人照顾，还真的不适应，但她仍然固执地放下了手机，哪怕那个号码她记在心里，永远都不会忘记。方圆，你别想让我低头，我是总裁，我要让你回来求我。对于这些我是不知道的。老公起床了，尝尝我的手艺。江雪宁温柔的声音从厨房传来，让我将目光收了回来。这丫头的腿真白，现在她已经强行让我搬进了她的别墅里面。按她的话说，我们是夫妻，必须要住在一起。她每天也不忙着公司的事情，专心致志地陪我在大街小巷里逛着。现在我已经认命了，该做的不该做的，反正事都做了。最开始我是抗拒的，但她总是娇笑着压在我的身上，露出小恶魔的笑容。你是我老公，做些夫妻间的事情难道不正常吗？我已经发现他其实并不是因为家里逼婚，至于为什么我不清楚，只能确定他对我是有好感的，他的眼睛里是有光的，就像当年我爱着白宁冰的时候一模一样。其实我现在很纠结，
我和白宁冰相爱10年，却也没逃过分手的命运。苦心经营，终究抵不过时间的消磨。但我和江雪宁真的能走到一起吗？地位实在是太悬殊了。不得不承认，我现在被伤得很重很重，对于感情已经有了恐惧，想要将自己的感情封闭在小黑屋中，逃避着所有的人。看到我出来，她笑意盈盈地看着我，她真的很美。原来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小姐，居然为我做羹汤，何其的幸福！我走过去抱起她，很温柔，她也靠在我的怀里。我做的可能不好吃，你别嫌弃哦。我笑着回答，怎么会？你做的永远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说来也是奇怪，看着她做饭的样子，我真的有一丝喜欢在内心升了起来。可能是错觉，以前白宁冰很少给我做饭的，全都是家里的保姆。她总是说有那时间研究厨艺，还不如多操些公司的心呢。从那以后，我没再跟白宁冰一起做过饭。江雪宁今天煎的牛排有点黑乎乎的，她端上来的时候脸上有点不好意思，我则是温柔地为她擦去脸上被蹭上的黑。她一声尖叫，飞快地逃进卫生间。我轻笑几声，很是自然地将她的盘子拿过来，细心地帮她切着。这只是习惯以前跟白宁冰在一起的习惯。等到江雪宁回来，吃了一惊，这时我才意识到了，可能有些懵啊，不好意思，我看你没出来，就帮你切了。你要是不喜欢吃我这份吧。说完还很不好意思地看着她。传闻中江雪宁很不喜欢别人碰她的东西，我有点慌乱了，毕竟是人家辛辛苦苦做的饭，要是把人惹生气了，那我多愧疚啊。傻瓜，我喜欢还来不及呢。说完，她就轻轻地亲了我一下，还很贴心地帮我切牛排。原来她的心里真的很重视我那种亲密，只有心意相通的恋人身上才会体现。看着她温柔的动作，我的心里暖暖的。我想起了白宁冰，这么多年了，从来都是我为她付出，她却理所应当，很少为我考虑，仿佛我天生就是应该为她服务的。不管是公司的事情还是家里的琐事，我都必须要随叫随到，稍有不顺就会发脾气。现在我才感受到了被爱的滋味。如果我的感觉没错的话，这一刻我的心门彻底的向江雪宁打开了，好想和她就这么亲密无间的过上一辈子。但我们毕竟只是为期1年的夫妻罢了。雪宁，这可不像是你的风格啊，难道几年没见转了性子了？我开了的玩笑，她却停下了手里的动作，无比认真的看着我。没有啊，但谁让我喜欢你呢？别人敢这样，我打断他们的腿，得还是那个傲娇的大小姐。但她那句我喜欢你，却让我激动的有些失态。为了掩饰自己的失态，我赶紧拿起桌子上的酒杯。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高冷御姐吗？怎么给我的感觉是热情是火了？我强行转移话题，一会吃完饭，我们去看电影吧。她疑惑地看着我，不清楚为什么我会突然想要看电影。我轻声说了一句，我就是觉得咱们的进展太快了，是不是应该培养一下感情？就算是为期1年，我也不想让你讨厌我。她愣了一下，脸上竟然浮现出了娇羞的神色，但还是凶巴巴地对我说道，看电影可以，但是不是1年之后离婚是我说了算，你不许提他。莫名其妙的翻脸让我有点郁闷，这1年之期不是他提的吗？怎么还恼上了？江雪宁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语气有些凶，吐了吐舌头，带着些委屈说道，不离婚不行吗？我沉默了，说句实话，这么多天相处下来，我冰封的心扉已经向他敞开了。他热情漂亮，说不动心那绝对是假话。雪宁，我其实也是喜欢你的，但你知道我刚从一段很失败的感情中走出来，况且我只是个穷小子。剩下的话我没说，但他知道我要说什么，伸手堵住了我的嘴。江雪宁用那双美丽的大眼睛盯着我，仿佛下一秒就会哭出来。明知道他是装的，但还是忍不住服了软。不离婚，只要你还要我，我永远都不离开你，好不好？听到我这么说，江雪宁这才笑了起来，还在我脸上捏了一把，那种被高冷御姐调戏的耻辱感让我的耳朵都红了。亲爱的老公，你的耳朵怎么红了？又不是没有坦诚相待过，乖姐姐不会不要你的。听听，这还有霸道女总裁高冷御姐的风范吗？完全就是一女流氓啊！电影最终还是没有看成，江雪宁将我堵在了卧室里，叹了口气，我发出了邀请，老婆大人，咱们去研究一下猫猫到底会不会后空翻好不好？她舔了舔嘴唇，语气中带着撒娇的味道。好啊，我让你亲自给我演示。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她推倒在了床上，还真是个百变御姐啊！当她的美甲划过我的胸膛，被她吻住的时候，我承认我彻底的沦陷了。白宁冰已经被我从心里面赶了出去。方圆看着我，我要你爱我。他的语气带着颤抖，让我的心感到一阵疼痛。携手10年的初恋弃我而去，高冷大小姐却视我如宝，应该是发现了我情绪上的波动。别想太多，方圆，你只要记得，我永远不会背叛你就好。我们纠缠在一起，热烈的爱着。等到两人紧紧的依偎在一起的时候，江雪宁用冰凉的手指在我身上画着圈圈。我让你快乐，还是白宁冰让你快乐？这种送命题我怎么敢回答？他一脸娇羞的盯着我，不让我转移视线。快说，难道你心里还想着那个女人？都到这份上了，我一口就吻了上去，良久才道，只有你才是我快乐的源泉。好，我要让你快乐一辈子。这个新年真的冷冷清清，来来往往的宾客脸上都带着恭顺的笑容，却再也没有一个人脸上的笑容是真诚的，是毫无保留的。我的礼物已经寄到了云城，人人有份，除了白宁冰。白宁冰冷漠地看着自己的那些闺蜜，尖叫着，手里面握着烈酒。这些烈酒她已经好久都不曾喝过了。那些礼物很贴心，都是江雪宁准备的，是她很喜欢的一个牌子，里面最耀眼的是一瓶小小的香水。白宁冰皱了皱眉头，眼睛就那么直勾勾地盯着香水。苏梦看出不对劲，赶紧将香水拿了过来。白宁冰闻了闻，很好闻，很高贵，但白宁冰的脸色却越来越难看。砰！他将香水狠狠地砸在了桌子上，转身将所有的礼物全部从桌子上扫落。因为用力过猛，他摔倒在了地上，
腿上划出了一道深深的伤口。她的那些闺蜜一下子都惊了。苏梦拉起白宁冰就要去医院，却被一把甩开。宁冰，你流了好多血，咱们先去医院好不好？白宁冰却倔强地站在那里，脸色苍白。方圆是不会买这些东西的。香水，她只喜欢栀子花味道的。她的声音嘶哑，透露出绝望。那些闺蜜纷纷出言安慰宁冰，别生气，这些肯定是方圆随手买的，你的一定是独一无二的。没错没错，你的一定是送到家里的，不要生气了，方圆一定是想用礼物赔罪的，你有点耐心，他是最爱你的。白宁冰抓起烈酒的瓶子，给自己狠狠地灌了一口。他就是个混蛋，他一点都不爱我，这都快1个月了，居然连个电话都没有。那些闺蜜也不敢说什么，还是苏梦看不过去，打破了沉默。宁冰，你别急，我这就给他打视频，你忍着点脾气啊。也没等白宁冰拒绝就拨了出去。时间过得太慢了，一秒一秒的铃声，那都是煎熬。就在白宁冰快要绝望的时候接通了，我刚刚跟江雪宁做完了运动，满身都是疲惫。苏梦啊，新年快乐，是有什么事吗？白宁冰看着我的样子有些委屈，那种欢好后的样子，他是不可能认错的。方圆哥，你是不是忘了什么？苏梦在视频那边很是局促，朝着我不断的挤眼睛，希望我能看到旁边的白宁冰。我看到了，但装作没看到。苏梦，你生病了吗？要不要我找人送你去医院？苏梦现在已经尴尬的想要找条地缝钻进去。方圆哥，是宁冰，他受伤了。苏梦看到白宁冰的脸色越来越白，身上颤抖的厉害，对着我急切的喊着，你能不能回来看看他？他很想你。听到苏梦的话，白宁冰的眼睛中迸发出一种名叫希望的光泽。方圆，你回来吧，之前的事情是我不对好不好？那些闺蜜都惊讶了，向来强势的女总裁，这还是第一次用这么可怜巴巴的语气求饶。要知道以前就算是求饶，那白宁冰也是足够强势的。我装作没听见，淡淡的说了一句，我和白宁冰已经分手了，照顾她的事情我不合适。苏梦还想着挽回，她也认为我是在闹脾气，毕竟之前我爱白宁冰爱到发疯。方圆哥，你别闹了，赌气也要有个限度，你和宁冰姐那么多年，分手实在是太可惜了。我懒得理会，直接将视频挂掉。白宁冰彻底的崩溃了，抓过黑了屏的手机，疯狂的砸在地上，一下又一下的砸着，直到砸成了电子元件。那些闺蜜大气都不敢出，她们刚才都听得清清楚楚。白宁冰太过激动，双眼一翻晕了过去。苏梦冲过去想要将白宁冰送到医院，却看到她的眼角流下了泪滴。挂了电话，我一个人站在露台上开始抽烟。江雪宁从背后抱住我，斟酌着语气，方圆，你是还在想他吗？我拍了拍她的手，转过身将人抱在了怀里。不，我和他没可能啊。听到我的话，江雪宁趴进了我的怀里，很明显的能够感觉到她紧绷的身体软了下来。方圆，你知道吗？其实我喜欢你好久了，现在你是我的了，我永远都不要和你分开。那个为期1年的约定，其实是我骗你的，我怕你不肯跟我领证。说到这里，江雪宁明显有些难以启齿，但还是鼓起勇气说了出来。我爱怜地抚摸着她的脸颊，她对我的感情我早就感觉到了，只是到现在还没想明白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只是图书馆？我给她让了位置？不可能的。想起我跟她认识的那天，我自己都觉得荒诞。雪宁，能说说吗？我记得第一次相见还是在10年前的图书馆里，难道是老公太帅了，让你一见钟情？听到我调笑的话，江雪宁也变得不好意思起来，在我的腰间狠狠地拧了一把。方圆，其实我们第一次见面不是10年前，而是13年前，你记起来了吗？听到这里我有些懵，13年前怎么可能啊？雪宁，你是不是记错了？那时候我们还只是孩子啊，我完全没印象。他用力地在我胸口捶了几下，混蛋，我怎么可能会记错？我可是默默关注了你13年啊，人生又能有几个13年？这让我更懵了。这位金圈大小姐怎么可能关注了我那么多年？要知道我可不是金氏人啊。方圆，我知道这一切让你难以接受，你听我说完就明白了。13年前你在水库救过一个女孩子，还记得吗？尘封的记忆开始渐渐浮现。江雪宁说的还真是实话，那是我中考过后的假期，跟我的那些朋友一起到山上玩，看到水库里面有一个女孩在挣扎，当时我没多想，就跳下去将人救了上来。我将人背到山下之后，还没来得及问人家叫什么，那女孩就被一些身穿黑色西服的壮汉带走了。后来人家还专门到我家感谢，给了不少的钱。你就是那个女孩？江雪宁在我嘴唇上狠狠地咬了一口，血腥味蔓延了整个口腔。你个笨蛋，那当然是我，不然我怎么可能对你了如指掌啊？我有些愕然。那在图书馆里当然也是我故意的，人家那时候想着你也上了大学，应该能接受我的心意，这才制造了偶遇，结果却碰上了根木头。我挠了挠头，说实话还是很庆幸的，那时候自己要不是一根木头，恐怕早就被他的那些护花使者撕成了碎片。但你不是很快就出国了吗？是谁说男人不八卦的？这时候我的八卦之火就熊熊燃烧，我在脑海里已经补充了无数的画面，有豪门千金为爱远遁国外，有父母强拆姻缘啦之类的。江雪宁自然是知道我没想什么好念头，狠狠地掐了我一下，我哎呦一声，急忙求饶，谁让你乱想的？你不知道，和你再次相遇之后，原本我是打算表白的，但那天看到了你和白宁冰表白，我伤心之下就去了国外读书，但我一直都在关注着你。原本人家已经接手了家族的生意，听说你跟白宁冰吵架来了京城，这才有了之前的一幕。而且你放心吧，我爸妈是同意的，不然你以为我能随意跟你领证？我将江雪宁紧紧地拥入怀中，什么都不用说了，对于这个女人，我决定用一生去疼爱她。雪宁，对不起，这么多年辛苦你了，余生让我照顾你好吗？此刻热烈的拥吻就是最好的回答。云城白宁冰再一次从梦中惊醒，他又梦见方圆彻底的离开了自己，看看自己的身边空无一人，
他捂着脸不停地哭泣。曾几何时，他是多么期盼方圆向他求婚啊！但那天真的到来的时候，他却放弃了。原本以为10年的爱情长跑，自己确实已经不再需要方圆的陪伴，甚至在听到方圆关心自己的时候，还会厌恶无比，巴不得他赶紧离开自己。当这天真的来临的时候，为什么会如此的心痛？难道真的是因为方圆欲擒故纵的把戏吗？不应该啊，他那么爱自己，怎么会几十天不联系自己？自己早就已经将人从黑名单放了出来，哪怕只给他一个台阶，他都会低下高傲的头颅。不对，方圆一定是知道了些什么。他穿好衣服，开着车疯狂地朝着两人的家驶去。一向注意仪态的白宁冰，此刻跟疯子没什么区别。他上了方圆经常开的车，颤抖地打开行车记录仪，顿时如坠冰窟。原来方圆跟着自己去了会所，那他到底知道了多少也顾不上。现在还是半夜，他开着车连闯10几个红灯，冲到了会所里面。他是 VIP 客户，很快就看到了录像。白宁冰瘫坐在了地上，包厢门口方圆的身影列举了一下，扶住墙壁，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白宁冰泪流满面，原来他什么都知道了。我不是故意的，只是不想在闺蜜面前低头，只是没做好结婚的准备啊。方圆，你回来。浑浑噩噩的，白宁冰回到了他和方圆的家，或者说是曾经的家。他好久没回来了。分手前的那段日子，他就以公司忙为理由，住在了其他的房子里，还和那些小鲜肉不清不楚。但那些都只是房子，不是家。白宁冰给了自己几巴掌，他恨自己为什么任性，恨自己为什么出轨，恨自己为什么没早点回来，也恨自己弄丢了那个满眼都是自己的男人。桌子上放着求婚时的那对戒指，还有他送给方圆所有的礼物，甚至就连他给方圆叠的许愿星星都在，唯独缺少了礼物的主人。之前律师找他谈股份分割的事情，他嗤之以鼻，以为是方圆玩的把戏。但看到地上被剪成碎片的婚纱，他浑身都在痛。他知道方圆有多爱自己，有多么希望能娶到自己，但到底是他混蛋啊！现在他真的怕了，怕方圆本不要他了。他真的不能没有方圆啊！方圆才是他最后的港湾，不管他多累，受了多大的委屈，方圆都会默默地陪着他，开解他，那就是他的生命啊！这几天他已经将那些小鲜肉全部打发了，他们又怎么配合他的？方圆丙拿起方圆留下的信，颤抖着打开最上面的一横，写着缘分已尽，永不见面。白宁冰看到永不再见4个字，心脏难受的厉害。继续看下去，里面写了他们很多的点点滴滴，时间贯穿了10年，让白宁冰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大学时的青涩爱恋。辜负真心的人，不配得到我的爱，也不配得到幸福。这句话写在信的结尾，白宁冰嘴里喃喃自语：是啊，是我辜负了他，我不配得到原本属于我的幸福。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跌跌撞撞地站了起来。不，方圆，我要把你找回来，这次会是我来追你，来照顾你，来安慰你，我要将你给我的宠爱加倍地还给你。白宁冰颤抖地拿出手机，拨出了那个已经刻在生命中的号码。奇迹般的电话接通了，他声音中都带着哽咽：方圆，你在哪？我要向你求婚。但回应他的却不是我的声音，而是一种难以描述的动静。这种动静他太熟悉了，他忍下了心头的不满，声音温柔地问道：方圆，你在哪里？我去接你回家好不好？对面却不是我的声音，是一个清冷御姐的声音。他在忙，也爱打扰他。伴随着的还有2人欢愉的声音。白宁冰脑海中已经闪过了我们运动的姿势。白宁冰彻底慌了，你们在干嘛？对啊，女人娇媚的笑声将白宁冰的心脏刺成了无数块。他瘫坐在地上，拿着手机久久没有说话，甚至电话是在什么时候被挂断的他都不知道。他就那么坐在冰凉的地板上，一直等到天亮。他找了我所有的朋友，还联系了一切能联系的人，终于得知了我的位置。等他找到我的时候，我正准备向江雪宁求婚。我穿着他亲自为我挑选的西服，非常的得体。江雪宁则披着一身洁白的礼服。就在我单膝跪下掏出戒指的时候，白宁冰冲了过来：不，你们不能这样，方圆是我的。他跌跌撞撞地跑了过来，跪在了我的面前，然后狠狠地给了自己几巴掌。白皙的俏脸瞬间就红肿了起来，哭着喊道：方圆，我们那么相爱，你怎么能说放下就放下呢？我们说过要一辈子携手到老的，你怎么能不要我啊？方圆，我求求你回来吧，往后余生让我赎罪好不好？江雪宁霸气地将我挡在身后，一脸冷傲地看着白宁冰：白小姐，你要是过来祝福我们的，我欢迎；要是破坏仪式的，别怪我不客气。我转头看向他，冷冰冰地吐出一个字：滚。白宁冰彻底地愣住了，他无法接受这残忍的现实，他懊悔地抱着头，就那么跪着看我，将戒指戴到了江雪宁的手上。方圆，我想跟你谈一谈，可以吗？求求你别那么狠心。白宁冰已经不再闹了，但在场的宾客早已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骂我攀高枝的自然也不少。我可以不在乎自己的名声，但绝对不能不在乎江雪宁的名声。我不会让这个爱了我10几年的女人担上骂。嗤笑几声，我冷漠地看着白宁冰，想要谈什么？谈谈你在求婚现场当着所有人的面拒绝我，还是想谈谈你在会所里面搂着小鲜肉激情热舞，亦或者谈谈你是如何在你的闺蜜面前诋毁我的？要不然就谈谈你跟闺蜜说的我这个二手货你玩腻了的话题。白宁冰哑口无言，这些事情都是他做的。方圆，我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就一次就原谅我一次，我是爱你的。我攥紧江雪宁的手，平静的看不出端倪，但手上的力量却让江雪宁知道我现在到底有多愤怒。本来白宁冰的出现就让他很不满，霸气女总裁再一次霸气侧录。白总裁，今天是我订婚的日子，你这么哭闹，是不是太不把我们江家放在眼里了？我爱了方圆13年，大学的时候我晚了一步，看你们已经在一起了，这才默默退出，但你珍惜了吗？你出轨变心，肆意的诋毁他，
你当他是什么？我江雪宁爱了13年的男人，这么被你糟蹋，我没让你公司破产，已经是手下留情了。你要是再闹下去，可以试试我们江家的雷霆手段。江雪宁的话里充满了攻击性和占有欲，但我喜欢这种被人珍视、被人保护的感觉，还真是温馨。白宁冰跪在那里，脸色已经惨白的要命。他知道自己已经彻底的失去了那个一直爱着自己的人，那个从青涩的学生时期一直走到现在的男人，留下了一句对不起。白宁冰失魂落魄的走了。回到云城的白宁冰卖掉了除了我们曾经那套房子之外的所有房产，也按照律师的建议，将我的股份全部都转让了回来。剩下的股份，他成立了一个助学基金会，给自己留下的仅仅够维持自己的生活。他每天疯狂的工作，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让他暂时忘记痛苦。他要一个人了却此生，真正用余生来赎罪。在基金会成立的仪式上，他的脸色很平静，眼睛中看不到一丝生机。他站在台上望着下面青春洋溢的学生，缓缓开口：希望你们永远不要辜负真心。辜负真心的人不配得到爱，也不配得到幸福。